眼前这辆出了大事故的 GT-R 是强子花了3万美刀买下的。从视频展示的情况来看，车子就像刚出厂的新车，尾部板面非常的好，没有一点损伤，就连排气管都被明显的改装过，这让强子心里十分的开心。可当他转到车头位置时，心就一下提了起来。整个车头看起来被撞得乱七八糟，有冷却器都已经掉了下来，车头左侧明显撞击更加严重，就是不知道里面的发动机有没有被损坏。如果发动机也出了问题，那么这次的拍卖就掉坑里了。可现在时间已经不早了，只有先把车子运回去，再做一个细心的检查。强子开了5个多小时的夜车，凌晨3点才将车子运了回来。车子刚被卸下来时，强子就准备打火尝试，想测试下发动机能否启动。可突然想起来前面的有冷却器的损坏，为了不让发动机有2次伤害，他决定按耐下心中的不安，先对车子进行拆解工作。强子从侧裙入手，把它们先拆解下来，这都是很脆弱的部件，容易被损坏，要把它们好好的保存好。接着就轮到碳纤维机盖，它的亮点就是体重非常的轻，甚至轻到不超过5斤，这就能看出 GT-R 的改装是非常费马内的。像这样的拆解对强子来说非常的简单，只要按照步骤一点点将外部的零件拆掉，找到损坏的零件，该修的修，该换的换，就像眼前的这个中冷器一样，完全是可以修复的。对于一个注重马力的赛车，冷却系统的构建是非常重要。我们看 GT-R 冷却系统的复杂就知道，经过了几个小时的拆解工作，这时我们可以看到前端的框架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，左侧已经向外弯曲，右侧则更加的严重，整个导轨已经弯曲的不成形。像这样的损伤，强子还真心来不了，他得去找专业的师傅来操作。于是强子决定先换掉旧的有冷却器，尝试启动这个发动机。这一直是强子心中的疙瘩，如果不去尝试，晚上的觉都睡不着。他先将管道都重新排布好，接着换上一个新的有冷器，并给里面加上机油。在发动车子之前，强子还细心的拿着摄像机检查了一下，看看进气管里是否有损坏的碎片残留。这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，里面竟然有一大块碳纤维的碎片。幸亏没有一回来就开始尝试发动，如果这个碎片进入发动机里面，天知道会给发动机造成什么样的损伤。强子用铁丝将其勾了出来，这时我们就看到了它的真面目。接着强子又经过一系列的细心检查后，这才来到了车里，准备尝试启动。此刻他的心里是非常害怕的。没想到竟然一次启动成功，声音听起来也非常的不错，这让强子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。还没等强子放声大笑时，就又给了他一个惊喜。就在刚刚强子发布完视频后，就被一个粉丝看中了，决定出这辆 GT-R 所有的套件，让强子把车子改成红色，然后等他修好后直接买走。这可是一件喜上加喜的好事，强子很快就答应了。在等待套件到来的同时，他决定先将车子外部的车衣撕掉。可没想到这下又给他一个大的惊喜，车子的原漆也竟然是红色，这可给强子省了不少费用。此时强子拆解起来更加的卖力，当他把轮胎拆下来后，发现这是一个57 GT 赛车轮胎，每个轮胎都需要几百美元，而强子也得告诉粉丝去换一套。接着他又快速的将后保险杠拆了下来，这时我们就可以看到车子的整个排气系统，这采用的都是蓝色尖端的钛合金排气管，整个排气的走向能看出来都经过了系统的设计。强子曾经在网络上看见过这一套排气系统就要1万美刀，可正在他欣赏这套系统的同时，却找到了电子刹车不工作的原因，有可能是电子制动电缆被撕裂造成的。强子的推测是叉车在运送车子时给他撕裂的。等检查了一番后，强子就开始继续撕磨工作，这次他就没再偷懒，一次性将车子的车衣都拆了下来。接着强子把所有拆下来的部件都一一的安装了上去。等把这些都安装好后，强子就把车子开到了架子上，这是因为钣金师傅来给他修复车架导轨了。师傅现在上面焊接了一个铁板，准备用铁链将其拉直。这一套操作在之前的康纳视频中经常会看到，不过这套设备比康纳的 low 了点。等导轨被拉得差不多后，师傅就拿着工具将其切断，用锤子进行调整，这是为了更换新的框架导轨做着准备工作。这里的配件都是车主订购过来的。师傅经过了几个小时的努力，终于把2个导轨的准备工作完成。他先将横梁安装了上去，然后用工具测量一下对角，经过师傅的不断的细心调整，终于调整到完美的角度。这时就可以对导轨进行焊接了，而焊接的同时也要用工具时刻对比角度，否则出现偏斜时内等安装时就麻烦了。接着他把新的支架安装了上去，这是所有前端套件的支架，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重要的部位却用一个塑料的套件，弄一个铝的也好啊。等这些配件都被安装上去后，各个套件的缝隙看起来刚刚好，这只是安装了上去，并没有固定，等检查过后还得拆下来。强子在上面喷了一层焊接底漆，等彻底风干后，师傅就对所有的缝隙进行焊接。之所以没有完全焊接好，就是为了在安装套件出现偏差时能够简单的调整，如果开始就直接焊接上去，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了，没办法再做调整。接着强子用砂轮将上面的焊点打磨平整，用牛皮纸将发动机盖好后，就给上面喷了一层白色的底漆。这种手喷漆风干的很快，马上就能喷上一层红色漆面。虽然这是在里面看不到的地方，但强子也没有马虎，一边处理套件一边给导轨喷漆。等导轨喷漆完成后，强子就把所有套件安装了上去。接下来就到了处理车内的环节，他要把里面的安全气囊还有安全带都拆下来，
该换的换，该拿去修的要去维修，而车子则被强子开到了拖车上，准备带到朋友的店里进行喷漆。别看眼前的小伙有些年轻，但他却有着20多年的喷漆经验，是当地非常有名的喷漆好手。喷漆也有着自己的妙招，他先把车子用秘制材料擦拭完成后，就调制了一桶红色的底漆，将其均匀地喷到车身上。这样的操作一共喷了3遍，并且用灯光照射找到漆面瑕疵的地方。如果有瑕疵，在灯光下都无所遁形，这就是为什么人家喷漆好的所在。每一处都会精心的检查和处理。等将清漆喷到车上后，这辆车的喷漆工作就完成了。不管你在什么角度都找不到任何瑕疵。等所有套件都被喷好漆后，车子就被强子带了回来。而这时订购的冷却系统的套件都到货了，强子迅速的将其都安装上去。这些套件的安装其实就简单了很多，如果你脑袋灵活的话，也可以安装的，就像垒积木一样，把套件一一的组装上去。等保险杠也被安装上去后，又给车子换上了一块新的风挡玻璃。我以为等风挡被安装完成后，这辆车子就修复好了，没想到客户还给车子订了一套新的排气系统。真是有钱人的世界我们不懂。不过新的排气管安装上去后，声音听起来好了不少。接着他又给车子换上了4个 GT2 原厂的赛车轮胎。等这一切都完成后，此时这辆车就差一些收尾工作。他快速的将顶部面板安装好，还给车底安装了一个全面的保护板，安全气囊和安全带也都被安装了上去，并给车子做了一个大保健。总之该换的和不该换的都给换完了。这时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炸街的音浪。我感觉关闭阀门的声浪要比开着好听，你们觉得呢？这时客户也来到车场，当他看到车子的第一眼就非常的喜欢，但尴尬的是客户刚走到车前就看到了掉漆的情况。不过这一点客户倒没有计较，开心的完成交易，将车子开走了。那么这时问题来了，修复一辆 GT2 和购买新的一辆 GT2，哪种方式比较合适呢？说出您的意见。